比特币暴拉之后该如何看待盘面呢？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我在 Bybit 上面呢持有35万美金价值的比特币多单。那这张多单呢，入场价就是非常完美的在突破趋势线左右，大约就是27200美金。我认为到这个价位呢，没问题，我们已经确认突破了。那当然了，如果说大家要看我之前的影片的话，而且你早上有盯盘，你一定可以做得到这张多单了，因为我们在过去有不断的强调突破趋势线的时候所产生的机会。那目前呢，我们来看一下利润的部分大概是30万台币，那折合成美金呢，大约是9400多美金当然，这个利润还是稍微小一点那我们再扣掉已结盈亏，就是资金费率的部分呢，大约还有30万美金的利润那也算是相当不错了。如果说你只是抓短线的机会的话，目前我个人呢没有考虑加仓，而且我还会继续持有这张多单，直到我们比特币呢大约到了2万9，甚至到3万的价位的时候呢，我个人才会考虑平仓那这是怎么做决定的呢？我们一起看下去吧。那如果你也对交易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点击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美金，就会赠送你30美金的现金。如果是 Big Get 的话，你只要 KYC 就会送你20美金的体验金，加上数字货币的盲盒。那非常欢迎各位可以看一下我昨天这部影片，访问卡尔的，他从6年呢，他只花了6年的时间就从一个超商的收银员，直到购买了自己的第一辆 Bugatti Veyron。好，我们回到比特币的盘面上那从日线上来看呢，我认为我们在日线上呢，我们要重新看待盘面，我们要重新审视盘面了，因为在日线上呢，趋势已经被改变了。原本的趋势呢是空头，那我认为现在呢已经转成是震荡了，是不是多头这个不好说，不确定，难以确定。但是呢，至少是转成震荡那从空头转成震荡的这个转换的过程呢，我们也可以说成它就是不走空头趋势了。那我们要把原本逢高控的这个思路呢给摒弃掉尤其你可以看到，我们在之前呢，我们的频道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我的频道吧。我们现在假日呢会发一些其他的内容不过你可以看到金门要破趋势线突破的机会还有破线的机会等等的，我们有非常明确的提到。那我们回到盘面上吧，我们可以发现首先呢，我们打开 EMA Ribbon 它可以为我们指示日线上的趋势，而且呢，它是非常客观它并不会因为个人而产生差异你可以发现我们现在呢，日线上其实 EMA 它是一个变化很快的均线它不像原本的 MA 就是这种SMA Simple Moving Average。SMA 的话呢，它因为没有加权过，所以它移动的变化的呢会很慢。那 EMA 呢，它会变化的很快只要我们的 K 线它站在了均线之上的话呢，我们很快我们就会往上拐头了。那你可以发现我们现在的均线尤其是我们现在的价位已经离均线有很大一段的距离了。我们的均线它的现在的位置大概就在2万7左右，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2万8了。这1000美金的距离呢，很快就可以让这个均线拐头，而且它很快呢就会出现这个 buy 的信号，就像我们前面呢，在这个位置它有出现了 long， 然后呢，我们在更前面的位置呢，它也有出现 long， 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会认为我们现在就是一个转成震荡的时机点，就是现在而且呢，在空头的走势当中我们一定会出现趋势线一定会有一条空头的趋势线当然，我们还是画最严谨的这一条，最严谨，所以我们用磁铁，然后连住这个针尖，还有这个针尖，我们可以发现呢，比特币它非常完美的突破了趋势线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呢还没有考虑加仓的原因。我现在的仓位呢都是在趋势线以下的时候，还没有突破的时候所开的。你可以看到，大约是35万美金的仓位价值，那入场价呢大概在2万7左右虽然这个入场价也不是很好，但是我们还是抓住了这一小波的利润。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根 K 线出来的时候，它量能没有出来。其实我们之前有做一个交易计划，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我们在突破前高点的时候呢，其实离现在也不远离28200也只不过是200美金的距离而已，就现在的价位并不是说突破最高的点，我们也不是说合约插针的点位28200，我们就只差了这200美金，能不能加仓呢？当时我认为只要突破的话，那没问题的，可以加仓，但是量能不太够，所以我个人现在还不太敢加仓当然，如果说有量能的话，我一定加仓，但如果没量能 ，OK， 那我会继续持有着我的仓位，然后稍作等待，再多看一下，多等待一点机会。那现在有利润，大家可以设好防守止盈，这样就不会
至少不会让赚钱的单变成亏钱。我认为呢，我们趋势线被突破啊，可以意味着我们的空头趋势结束了，原本的空头不见了，就是说我们在这一段的空头呢已经消失了。当然呢，有人会说有没有反弹的可能呢？我们画一下费波那契，确实它到这里呢还不到 0.5， 它确实有这个可能。但我认为趋势线被破了，而且呢，你说空头是主力，空头是主力，怎么能让多头这样拉盘呢？或者说，怎么能还回来28000这个价位呢？那我认为趋势线被破的话呢，29000的这个位置呢，甚至到我们更上面3万左右的这两个地方呢，都是可以被触摸到的。29000、3万这两个地方呢，都可以被触摸到。所以这张多单呢，我会继续持有。当然呢，你说能不能突破前高？能不能突破前高之后到36000到44000这种价位，这个很难说。但是呢，我认为突破趋势线我们看到至少先看到29000是没问题的。那3万呢，我也认为它一定可以回来。那我们之前有谈到一种分析方式，就是时间的分析。我们可以测量一下，我们在跌破25000的时候，有没有机会？它有没有机会跌破25000呢？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时间的分布，下面45天，上面呢55天。当然呢，这55天，我认为如果走完还没有下破的话，那我们在短期内呢就不会下破。短期内当然呢，我们以这个级别来说，大约2-3个月，但至少要最快就要到年底前才有机会破了。如果说我们这里这根拉上来，那就是要到年底前才有机会了。我们现在呢就没有机会再下破25000了，因为我认为我们的这个时间呢已经超过了。因为你可以想想看我们要在10月中就要下破25000，那我们现在还在28000，甚至我们现在还突破了趋势线，这个要再跌回25000的这种可能性，它就确实是小了很多，甚至我们再往下跌破25000。那我们在过去的一波空头走势呢，我们可以很明确的发现它是可以标注几个高低的点位的。OK， 当然了，我们多画几个，这里高低高低高低 ，OK。那这几个点呢，你可以发现前高就在我们28200嘛，你可以发现甚至有合约已经插到了。那以当前的价位呢，它还能在这个地方，它还没有受阻回落。那我认为我们前高呢，这个点是一定会摸到的，那就表示我们的趋势呢，已经从原本的空头会转变成震荡。是不是多头还不好说，但是震荡这个是我认为说它是震荡就绝对没问题我们必须说它是震荡，我们不能说它是空头那趋势改变就意味着我们做单的方向就要改变了嘛。我们原本从逢高空，现在呢，就应该是震荡的这种思考方式。当然了，我认为到这个箱体的上缘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量能不够。好，我们切小一点来看切小一点的话呢，你可以发现它就是直直的往上跳嘛，就在这根直直的往上跳。那其实也跟我们前期说的很类似趋势线什么的是斜的，它不好判断。但是呢，前高点我们可以直接在前高点挂一个条件单我们一样可以吃到这波利润的。当然呢，开仓价格会比这个稍微差一点点但我们一样可以吃到这波利润。那我们这波涨幅呢，其实以太呢它是涨得比较多的好，我们一样用磁铁趋势线来画出我们在这个位置，你可以看突破的时候呢，它所产生的机会，突破所以做多，而且以太坊呢它的上涨的幅度它比比特币来的更大大概7%多比特币大概是3%多，将近4%的涨幅。好，那以太坊呢，你说它有没有可能是反弹呢？它确实也有可能因为你可以看382嘛。我认为还是要看我们接下来突破前高点的时候，它的量能配合，因为现在量能配合的情况看起来是有点弱的。那以太坊我认为呢，如果说突破趋势线现在突破趋势线了嘛，我们要回到1800，我认为不是什么大问题好，那如果说大家也想要做交易、讨论行情的话呢，可以加入我的 Discord 社群，或者说 Line 社群，也可以加入Crypto之友，有非常多的福利。也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感谢各位，拜拜。